為了復活家鄉失傳的雲錦流光之罩技術，我賣掉祖宅，建起一座現代化工坊。我找到村裡僅剩的10幾位老師娘，開出2萬月薪，請他們出山帶徒。可換來的是織機被連夜鎖死，是堵着门戳着我鼻子的唾骂。一件云锦襯衫你賣2萬，才给我们2万月薪，當我們是要飯的？今天不把月薪漲到6萬，你一根絲都別想從這屋裡拿走。好，算你識相。趕緊重新簽合同，先把這個月的6萬塊付了。小周，啟動備用方案。行動吧。沈燕，你叫这麼多人來想幹什麼？你還想打人不成？你們不是覺得我賺了你們的血汗錢嗎？你們不是覺得這雲錦織出來就能賣38萬一件嗎？那我不學了。雲錦流光的核心技藝挑花結本，你們每個人只掌握一個片段。七姑婆，你會起頭，但不會鎖尾。三嬸婆，你會鎖尾，但不會配色。五姑婆，你會配色，但不會打底。沒有我整合復原，你們手裡的碎片連一件完整的龍袍都拼不出來。20-30年前那場變故，完整的譜子全燒光了，你們每個人只記住了自己會的那一段。而且這項技藝已經斷代30年，你們是最後一批見過完整織法的人，但平均年齡已經63了。再過5年，你們自己就連織機都踩不動了。把鎖繳了，織機全部拆走。他真走了。沈总，聋哑学校那邊張校長回消息了，說隨時歡迎我們去考察。阿燕，那織了半截的料子怎麼辦啊？雲錦用的金線銀線，光成本就墊了好幾萬。跟我沒關係。慌什麼？他沈燕能復原，我們也能。他沈燕斷了自家的根，有他回來求我們的時候，到時候就不是6萬了，是60萬。唉，哎呀，是。走吧。沈总，机器都準備好了，您看。小猴子摔下來磕掉門牙，過年怎麼吃糖？哎呦，甜掉牙。拆。各小組注意，開始行動。喂，張校長嗎？我是沈燕。沈先生，您來了，路上好找嗎？這個巷子不好找。張校長，打擾了，方便帶我看看孩子們的教室嗎？方便，就是條件不太好，您別見笑。走這邊，小心台階，這台階第3節有點鬆。好嗎？沈先生，我們這裡的孩子大多來自貧困家庭，因為聽不見說不出，被命運從起跑線上就推到了跑道最邊緣。他們的未來狹窄的像一條夾縫，能選的出路掰着手指頭就數完了。去福利工廠串珠，給人折包裝盒，或者更差的，回家吃低包。
去年畢業那批有一個男孩資質特別好，畫畫拿過全省殘疾人比賽金獎的。他的水粉畫我到現在還掛在辦公室牆上。最後去了紙箱廠粘膠帶，1個月1200。他听不見走廊裡的腳步聲，不會抬頭看熱鬧，外界的一切喧囂都傳不到他的世界裡，而這正是復原雲錦流光最需要的品質：極致的安靜和極致的專注。就是這兒了。張校長，七姑婆他們不要的潑天富貴，你們聾啞學校敢不敢接？這裡是全校63個孩子的家庭情況表，每個孩子的父母職業、家庭年收入、名下有沒有房產，這些正常表格裡的常規項，在這裡大片大片的空着。沈先生，我不求您全收，哪怕就一個，有一個孩子能跟着您學手艺，能有一條不一樣的出路，我就知足了。張校長，我明天給您答復。张校長，沈先生，從現在起，全校63個孩子全收，除了一條，所有教學內容、課程設計和考核標準由我來定。沈總要招你們當學生了，大家一起謝謝他！謝謝！沈老師，我們聽不見，真的能學會那麼難的東西嗎？聽不見這個世界的雜音，恰恰是你最大的天賦。這個詞教了10幾年，從未用在這些孩子身上。不是可憐的，不是有缺陷的，而是天賦。小周，通知設計團隊和工程師團隊，明天全部到位。這個年輕人眼裡沒有多餘的溫情，只有一種近乎冷酷的篤定。不是同情，是決心；不是施捨，是投資；不是我來幫你們，是你們來幫我，我們一起贏。從今天起，我的團隊入駐這所學校，我只有一個要求：聽我的規矩，執行我的標準，不能有半點折扣。你們的張校長告訴我，你們比任何人都能吃苦，我希望你們證明給我看。現在，醜話說在前面。第一，所有學員必須接受3年的全封閉訓練，從最基礎的批絲染色開始，一步都不能跳過。批絲不夠細就一直練批絲，練到合格為止。染色色差超了1個色度就重新來100遍也得來。第二，所有製造過程必須全程錄像，並配合我安裝的機電傳感器採集手的發力數據。我要建立數字化的工藝數據庫，這不是不信任你們，而是要用科技給手藝上雙保險。第三，出師後簽署最低5年的獨家合作協議，年薪從20萬起步，上不封頂。但5年內，任何人不准私自接活、私傳技藝，一經發現，永久除名，並追究法律責任。我要做的是世界上最頂級的奢侈品牌，容不得半點山寨氣。當年我太天真了，天真到以為人情可以當信用用，以為血緣可以拴住貪念。現在我明白了，在利益面前，最不值錢的就是我以為。与其等人变臉再收拾閒局，不如一開始就讓規矩清清楚楚、鐵板釘釘。如果有人覺得委屈，或者以後眼紅品牌硬價想自己單發的，現在就說。我的車隊馬上就走，門還沒鎖，路還寬得很。但要是簽了字，誰壞了規矩，我沈燕翻臉比翻書快。
都看见沒有？這是沈先生給我們的通天大道，是讓你們走出這扇校門時，可以昂着頭，靠本事吃飯的金飯碗。3年封閉訓練，你們怕不怕？年薪20萬保底，一輩子都不用再看人臉色吃飯，你們要不要？好，那我张敏替沈先生把醜話說在前頭。誰要是吃水忘了挖井人，壞了沈先生的規矩，不用沈先生開口，我張敏第一個不答應。你們面前的沈先生是被自己人在背後捅了刀子，才走到我們這裡來的。我們不能讓他再寒第2次心。簽合同吧。這不是慈善，这是我想要的团队。干净的人织出来的布才是干净的布。这么早？你在问，听不见，真的能学会吗？听不见这个世界的杂音，恰恰是你最大的天赋。云锦流光，需要的不只是眼睛和手，是一颗不被任何浮躁干擾的心。而這顆心，你們天生就有。6點40分，食堂開早飯，別遲到。今天我在這學校待了14年，頭一回看到全部學生一整天沒人遲到，沒人請假，沒人說苦，連1年級那個掉了門牙的小丫頭，披絲披到手指發紅都不肯放下。5家供應商的報價都回來了，實訓耗材預算比預期低12%，3家供應商知道我們供應的是聾啞學校，主動讓了利。那批讓利的供應商全部優先簽約。下一輪巴黎送審的打樣面料從這批預算裡重新調撥，加20%的品控投入。張校長，這裡現在是這座城市最安靜也最滾燙的地方了。我跟你們說，沈燕那小子不出3個月就得哭着回來求我。七姐，你說的對，他那幾千萬的工坊還戳在村口呢，機器搬走了，屋子搬不走，利息能咬死他。咱們的雲錦挑花結本是老祖宗傳下來的獨門絕技，300年的手藝，他以為靠幾個聾子啞巴能學會，天大的笑話。可是我聽說他把市裡聾啞學校的屋子都租下來了，還搬了好多新機器進去。機器能織出雲錦？雲錦靠的是人手上的功夫，是一根絲一根絲挑出來的。你們看我說的對吧？機器出來的東西跟抹布有什麼區別？你等着看吧，不出3個月他就得回來磕頭。七姑婆，不好了，我剛從鎮上回來，聽說沈燕在市裡的聾啞學校真把工坊建起來了。我當初就說跟沈燕好好談談，2萬塊不少了。什麼？他還請了清華美院的教授、故宮博物院的老專家，還有一群搞高科技的工程師，說叫什麼機電傳感器的。我在市裡上班的表姐說的，真簽了合同，名字叫雲錦數字化工程，錢從省裡的文化轉資金裡撥的。聾啞學校，那群連話都不會說的聾子啞巴，他腦子進水了吧？哼，虛張聲勢罷了。他越是折騰，越是說明他心裡沒底。真要是心裡有底，犯得着請這麼多救兵嗎？那是心虛。我早就想好了對策，省城最大的非遺展下個月就開幕，
主辦方答应給我們一個最好的展位，正中間，進門就是。我們幾個老姐妹把自己壓箱底的手藝都拿出來，現場表演雲錦織造，讓沈燕看看正統到底在誰手裡，也讓省里的領導、城里的專家都看看真正的雲錦傳人是誰。他能去巴黎，我們也能。到了下個月，讓所有人都看看誰才是正統。第8通道校準完畢，信號噪聲比降下來了，比上次穩定得多。這群孩子手太穩了。成人測試員練了3個月才有這個噪聲比，他們練了3天。你說是天賦，還是他們沒雜念？沈總，這是小莫下午做標準挑花動作時数據。力度1.2牛，角度正偏35度，单次发力時間0.6秒，連續50次，邊動不超過0.05。就是練了5年的老職工，也不一定打得出來。挑花結本一共4段技法，起頭的標準數據今天拿到了，锁尾、配色、打底，按這個進度，全部攻克需要多久？如果所有學員都達到小莫這個水平，全部4段核心技法的標準數據，8到10個月可以完成，然後進入打樣階段。謝謝，我會更努力。8個月夠我們上巴黎。雲錦啊，我年輕時候聽我媽說過，說是給皇帝做龍袍的，了不得。今天可算見着真的了。您眼光好。這是正宗的雲錦挑花結本織出來的，龍鳳呈祥，整塊料子沒有一處接頭。您摸摸這金線，真金碾的。大媽，您这不对啊！雲錦講究逐花異色，靠的是孔雀羽翠絨線跟金線交替。您這怎麼一個顏色織到尾，一翻面就露餡了？我們這是簡化的，現在都講創新。他做紡織品外貿13年了，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見過真正的雲錦。燈光都要控制色溫，眼前這塊簡化版跟真品的差距，不是一句不夠精細能概括的。阿姨，您這手帕的針腳這麼粗，鎖邊還是機器鎖的，怎麼好意思賣800塊？隔壁蘇繡的雙面3翼握手帕才賣300。你個小丫頭懂什麼？我們這是雲錦非遺，國家認定的非遺，你懂嗎？非遺也不能是粗製濫造的理由啊！非遺是榮譽，不是遮羞布。我當初就說跟沈燕好好談談，2萬塊不少了。收了，走。省城人浮躁，净認得那些花裡胡哨的高科技，咱們回村再想辦法。聽說有個展位把明代織法數據復原了。我的天，这是在织布還是在開宇宙飛船？這誰還分得清是手藝還是藝術啊？太震撼了！別動！開展2小時，直播累計觀看破300萬，品牌官號漲粉8萬，還在漲。5家時尚媒體的記者在排隊等專訪，其中2家是從巴黎飛過來的。讓他們排，等下帶他們看實樣。
我研究云锦一辈子，见过最好的云锦就是故宫里那件万历皇帝的龙袍。这幅锦，无论是配色、构图，还是织造密度，甚至在光泽的流动感上，比龙袍上的实物还要更加生动。沈先生，您的团队不是复原了一项技艺，是让一项死去的技艺活了过来，并且进化了。这幅锦，故宫博物院想收藏。郑老，您刚才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传人。故宫的展厅很大，给孩子们留个位置吧。沈总刚出来，全网热搜第7，还在往上窜。Les mains de ces artisans sont touchées par Dieu。沈先生，你的工匠是真正的艺術家。巴黎等這一天等了很久，全部，明年全部高定產量，我預定全部，不是一部分，不是優先採購權，全部。全包了。Mr. Pierre, thank you for your trust。小周，通知設計團隊，所有明年巴黎的成衣版型，全部按小莫他們的手法數據重新打扮，一針都不許差。沈总，实时熱搜，第1現在是故宮收藏龍雅工匠雲錦，第3是巴黎高定會全包流光明年產量，2條中間夾着1條某頂流塌房排第2，我們雙殺了。走，回學校啊。都怪现在的人太浮躁，净认的那些花里胡哨的高科技，那个大屏幕晃得人眼睛疼，谁还看我们这老手艺？省城人懂什么？就是我们那些料子，金线是真金，丝是真丝。对，哪像他们那些机仿的，看着好看，洗一水就掉色。那个老专家肯定是沈燕花钱請來的托兒，什麼故宮博物院，我看就是花錢買的牌子，現在什麼不能買？對對對，肯定是假的。他那幾個聾子啞巴練了1年就能織出明代官造水平，騙鬼呢！我在機房做了40年才學會起頭，那幾個啞巴40天就能學會，怎麼可能？別跟我說當初是個陷阱。他沈燕2萬塊就想買斷我們一輩子的手藝，跟200錢1米賣給中間商有什麼區別？他沈燕靠那些聾子啞巴能行，憑什麼我們這些正統傳人不行？聾啞學校出來的都能上頭條，我們做了50-60年手藝的反而成了假的，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？他上巴黎時裝週，我們也上，我們湊錢找最好的人，把我們所有的存貨都做成成衣，直接辦秀。他沈燕能花錢買路，我們也能。對，七姐說的對，我們湊錢，我們自己辦秀，誰說老手藝就得餓死？咱們也上巴黎。對，讓沈燕看看誰才是正統。咱們也上電視，到時候看誰更風光。這是我壓了30年箱底的5萬，給棺材本也堵上了，老頭子走的時候留給我的，能賣2.8萬，
加上存折裡的湊4万。我跟出嫁的闺女借了3万，她没说啥，就说让我悠着点儿。这是我一辈子的棺材本儿，8万。来，我带头，我们上巴黎时装周，让沈燕看看我们的厉害。她沈燕做的是云锦高定，我们也做，把最好的料子裁開，做西裝，做连衣裙，做短外套，让那些看不上我们的人都瞧瞧，誰才是正統。左邊再高一點，對，再高，要跟巴黎時裝周那個秀場一樣。我讓阿輝在網上找了巴黎時裝周的走秀視頻，人家的背景就這樣的，乾淨氣派，明白不？咱們不能比沈燕的差。對，巴黎那種，我看了視頻，人家的燈光是從天頂上打下來的，柱子全包成白色，咱們這彩條布也是白的底子，差不多。奶，这照片傳單位置歪了，要不我重新排一版？不用，歪就歪，咱們這是非遺，非遺講的是手藝，又不是排版，能看就行。他們不知道，雲錦的紋樣是通經斷尾一體織成的，裁開的瞬間就毀了。30年前那場變故燒掉了完整的譜本，也燒掉了這顆最關鍵的常識。我總覺得這雲錦以前好像是不能剪的。那是老規矩，現在都講創新該解構。沈燕那幫人用電腦建模就叫創新，我們裁一刀就叫糟蹋。剪，按紙樣全裁了。阿輝，開場放音樂，就是網上搜的那個巴黎時裝周的開場曲，放。這穿的是個啥？那袖子上一半龍一半鳳的，是摔了跤還是本來就這麼裁的？大媽，雲錦我是不懂，但你們這布剪壞了，怪可惜的。發網上給他們看看。姑婆，你讓我在網上搜那個秀場的視頻，上熱門了。上熱門，好事兒啊，出大名了！快念念評論，看看城裡人怎麼誇咱們的。這是在幹嘛？後面加了一串捂臉笑的表情。捂臉笑，那就是誇咱們秀場好玩兒。還有雲錦我是不懂，但這配色是直接用油漆桶潑的嗎？這條8000讚，一個真敢做，一群真敢穿，這條上萬讚。說好的復古呢？復的是鄉鎮企業局文藝環演的古嗎？他們懂什麼？一群沒文化的。雲錦本來就是這個配色，這叫古法，古法懂不懂？我把閨女借我的嫁妝錢都打進去了，怎麼辦啊？刪了！
阿辉，你把这些东西全给我删了，删了！删不掉的，好多号都在转，评論越删越多。現在又出了一條新的，求求你們放過雲錦，也放過我們的眼睛。這條10分鐘就3萬點讚了。哼，網上那都是沈燕雇的水軍，他那幫公關公司天天在網上刪黑帖，給自己貼金，這就是花錢來踩我們的。你們別慌，我自有辦法。完了，镇上布店的刘老板说了，以後不收我們的料子了。他說現在市面上全是沈燕那邊出來的機紡布，1米只要280，花紋配色跟故宮裡那件龍袍1毫都不差，人家還有質檢標。不可能，我那個龍鳳呈祥，光是金線成本就花了我2萬8，就算他用化纖金線280也做不出來，除非他一口氣織了幾千米，把成本攤薄到每1米上。幾千米，誰買得下這麼多？人家就是買得下。劉老板說沈燕把製造數據全部數字化了，小莫他們挑花的手法、力度、角度全部轉成數控程序，一台機子一天能織30米。我們一台機子1年才織多少？3米都不到。人家是標準化流水線，我們是一根絲一根絲來，這不是一個賽道的。吳姐，你把你手裡那批萬字紋跟人家280的比過沒有？左邊是五姑婆帶回的機紡布，右邊是陳家阿婆31年前手織的同款萬字紋。七姑婆伸出右手指尖，先落機紡布，觸感滑膩，然後移到右邊的殘片上，沒有說話。三嬸婆把桌上那塊殘片仔細疊好，放進身邊那口老木箱裡。陳家阿婆站在人群裡，盯着牆角那堆被剪爛的雲錦殘片發呆。吆喝聲飄進堂屋，在沉默中回盪，但沒有人動。他們知道，以前收廢布的還願意當老粗布賣，現在連個販子都開始挑三揀四。林家奶奶走的時候，把機紡布也揣走了。五姑婆輕輕把門帶上，只剩七姑婆一人。她拿起布料，對着燈看了很久，又收了起來。成長會進化嗎？有信念是我愛這少年風刺我這花海。這花海。師傅，你快看！巧，手巧，我學了8年才知道這個密度，你4年就出來了。這塊料子夠給皇後做件褂子了。雲錦，你也老了。你們看新聞沒有？沈燕那個公司流光上個月估值突破50個億了，50個億！他那個聾啞學校出來的小啞巴，現在年薪100萬，100萬！我媽呢？我媽做了50年雲錦，現在連看病的錢都要找我湊，這叫什麼事兒？當初是誰拍着胸脯說沈燕不出3個月就回來求我們？人呢？人家現在上了巴黎時裝週，上了 Vogue 封面。我們呢？
我们上了什么？上了短视频的搞笑合集。我儿子在学校被人拿那个穿云锦的眼膜视频笑话，回来哭了一晚上。众人激愤，只有三婶婆坐在井沿上，一直没有说话。走，去七姑婆家讨个说法。60万不是小数目，不是欠我一家，是欠在座所有人的。七姑婆家门从里面拴着，窗簾拉得严严实实。明天再来吧。七姑婆缩在床上，她在被吓得發抖。屋內無燈，只有窗外舊報紙破洞裡透入些許月光。沈夜，七姑婆把发霉的料子一件一件疊好，又放回去，像是在跟那些料子告別。她從床底下拖出袋子，用剪刀把拉鏈剪掉，掏出那條從非遺展回來之後做的橫幅。五妹，去不去？反正也没什麼可輸的了，去不去？我去。我那塊龍鳳呈祥的料子，光成本就壓了5萬多，不去也是爛在箱子裡。我這就去。成長會進化我生命自由我這少年風自我這花婆婆病卧轉肺炎，去不了。进城，120，一個人頭。東西放後面，後排能疊4個，多出來那個坐副駕。哎呀，七婆婆知道錯了，是我們豬油忘了心，是我們對不住你，求你看在咱們同個祖宗的份上拉我們一把吧。爺爺跟我那是他親堂兄妹。阿健，你把那些料子收了吧，哪怕10塊錢一米也行啊。再放下去就全爛了，全讓蟲子咬光了，那可都是真正的雲錦啊。我們這飛蠅還看着自家的根爛在地裡。沈總，這次的輿情數據漲得很快，您看一下。沈總，樓下來了一群老人，自稱是您老家的長輩，說是有急事要見您，怎麼勸都不走，非要躺着。目前來了大約20人，領頭那個老太太一直在喊，說您是她看着長大的，不能忘本。有幾家媒體已經聞風趕來了，長槍短炮架了一片，還有3、4個主播在做現場直播，熱搜已經上了。非遺大師跪求男總裁，空降第5，還在往上衝。直播鏡頭對着呢，彈幕已經在刷了。要不要緊急啟動輿情預案？不用，讓他們躺。通知法務部和品牌部，
5分鐘後，樓下廣場召開現場發布會，所有媒體都在是吧？正好省了場地費。是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的。还我血汗钱！哎呀，七姑婆知道错了，是我们老糊涂了，不知道你建工坊花了那么多钱，求你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拉我们一把吧！你摸摸这料子多厚实，你收回去就算不用，当个麻布用着也好啊！沈燕出来了，在这里，我要给他们以及全网关心这件事的朋友们一个正式的答复：我不收，收不了，更不配收。为什么不收？阿健，你公司的广告词不是说让非遗新生吗？我们就是非遗呀！我从小就在学这门手艺，一輩子只做了这一件事。你救非遗就是救我们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 2年前，我用賣掉祖宅的全部身家，在家鄉建起第一座工坊時，心裡裝的確實是想讓這項技藝新生的夢。那時候我每天睡不到4個小時，跑斷了腿，磨破了嘴，把一個銅板掰成2半畫，就想着等工坊建成了，把你們請進來，按部就班的教徒弟，我給你們養老送終，你們把手藝傳給下一代。可那天，你們用鐵鏈鎖住織機，堵着我的門，戳着我的鼻子，罵我黑心，罵我吸血鬼的時候，你們想過技藝新生這4個字嗎？當你們坐地起價，坐吃等死，把我逼得無路可走時，你們心裡裝着的是這門技藝，還是你們自己的養老錢？你們但凡有一個人站出來說句公道話，還會今天坐在這裡嗎？流光選用的生絲是經過66道工序手工批出的頂級5絲，細度月差不超過0.1丹尼爾。目前全球只有3個桑殘基地能穩定供應。你們是想讓我用這些霉菌嚴重超標、絲3斷裂超過允許值、蟲卵遍布經文的廢料，去糊弄巴黎高定工會1年2次的最嚴格品考審查？是想讓我價值50億的品牌，跟着你們那堆破布一起釘在全行業的恥辱柱上，永世不得返身嗎？借今天這個機會，我宣布2件事。第一，由流光聯合故宮博物院、清華美院共同制定的《當代中國雲錦分級標準白皮書》今日正式發布。今後所有聲稱使用雲錦工藝的紡織品，都必須依據該標準進行分級認證。未來，什麼是傳世之作，什麼是普通商品，將有一整套科學的、數字化的評價體系。品質說了算，數據說了算，手藝說了算，情懷不再賣錢。第2件事，為了紀念這項技藝真正的重生，我決定以這位第一個織出完整雲錦流光的聾啞少年小莫的名字，設立莫慈善信託基金。本基金首期注資發達地區殘障兒童的非遺技能教育和就業保障。從明年起，流光逐年在各省甄選合作工坊，優先在偏遠地區建立實訓基地，五險一金齊全，收入上不封頂。那原本是我們的。小莫，有些人，有些記憶，爛在時間裡，也許才是他們最好的歸宿。